大家好啊，我是季青，今天来点大家想看的东西。中午12点了，终于也是迎来了短暂的午休时间。由于早上没吃早饭，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所以我们先去解决一下午饭问题。小米店员的午休时间大多只有1个小时，至少我们是这样的，不管店长还是店员，最早从11点开始到下午1点结束，轮流去午休。无论如何，始终要保证至少有1名员工在店里值班，1个小时需要吃饭加休息，那么时间还是比较紧张的。我们店基本都来不及回家，距离太远了，时间都浪费在路上通勤了，所以吃饭的方式基本就2种，在附近随便买点吃的解决，或者提前点外卖送到店里。今天我们就选第1种，顺便带你们看一下我们午饭都能吃到什么。前几期一直在提我们店距离超市入口很近，你们可能没有概念，实际上真的是超级近，拐个弯就到了。这个超市里面就有不少卖吃的档口，种类也蛮丰富，有快餐、凉菜、熟食、烤鸡、面条等等，甚至还有老八蒸饺。不过有时候选择太多也不是好事，搞得我选择困难症犯了，实在不知道吃什么好。其实这里有些东西不太适合我们这样独自的打工人来吃，比如一整只烤鸡或者烤鱼，一方面是根本吃不完会浪费，另一方面价格确实不便宜，超出我们牛马的餐标太多了。作为小米店员，我们的食宿都是需要自理的，没有食堂和餐补，而我刚入职，1个月的工资都没发，只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好在我不用租房，不然真的压力山大。我也要份面。刚来上班也不知道什么饭好吃，这边也是看到有人买炒面，不纠结了，直接抄答案。行，抽了。拿到饭后，我们去找一个地方坐下吃。在超市里买的饭可以去超市里的就餐区吃。进入就餐区之前，我们需要先把饭钱支付了。门口有一个自助收银机，先扫商品条码，再扫码支付就行了。请将商品的条码对准扫描平台，扫描后的商品请放置在绑锁定袋台上。这一份炒面是8块多。就餐区面积不大，需要碰运气，不然真的找不到座位。中午吃饭的人正经不少呢，不只有普通顾客，还有我们这样的员工。好在我今天运气不错，一来就有位置。放下炒面，我们再去打一杯105度滴滴清纯的蒸馏水。在这里吃饭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免费的饮用水和一次性餐具。我爱免费，我爱白嫖，我爱免费，我爱白嫖，我爱免费，我爱白嫖。接下来请收看剧情版的吃播。这是什么？这个口味，这个感觉，一口下去，浓郁的蒜香在口腔里爆开，油润的面条根根分明，滑嫩的肉丝混着薄切的青椒错落缠绕在面里。咀嚼时，小麦本身醇厚的麦香夹杂着青椒的脆辣与肉丝的鲜甜，仿佛在舌尖跳起一支欢快的芭蕾。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就能好吃到你天灵盖发麻，我不得不赞叹一句：人族。好吧，我实在编不下去了。这份炒面吃起来和我刚才形容的完全相反，属实是踩坑了。我应该不会再买第2次了。面条很干，一点不劲道，甚至部分还有点硬，如果没有水的话，100%会被噎住。肉丝小的一批，它和青椒大蒜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证明这份炒面没那么可怜，口味也有点偏咸。总的来说就是重油重盐及格线以下水平的炒面，不过好在是热的，而且胜在便宜量大，能够填饱肚子。这份炒面的价格是8元，大家觉得怎么样呢？你们平日里上班午饭都花多少钱呢？可以打在评论区友好交流一下。对我来说，
牛马的午餐不能要求太高，有口热乎饭吃就行。节约粮食，最后也是全部造疗。接下来，我们把垃圾收拾好扔掉，给后面吃饭的人留下一个干净的环境。午饭结束，我准备去我的秘密基地休息一会儿。说是秘密基地，其实也是有人在的，不过绝大多数顾客都不知道。这个胡同在转转的旁边，有几个座位，隐蔽安静。离我们门店还很近，非常适合我们午休。那边还有个大哥直接躺下了，我可没那个勇气。左手边是转转，身后就是我们门店。这个位置有点大隐于市的感觉。在这里，你甚至还能免费和拉布布合影。趁这个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小米店员的 OOTD 吧。上身统一黑色工装，没什么好说的。下身也需要是黑色的裤子，鞋子却要求要是白色的。这个穿搭据说是全国小米门店统一的。哦，对了，忘了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这辈老仔脖子上喜欢挂玉牌，香炉盾牌上摆，长大才开白黄牌。只要在店里就一定要带上工牌，不然被发现又会进行一种名为扣钱的运动。而小米店员的工牌上一般都写着自己的名字和一个企业微信的二维码，所以告诉你们一个小妙招：如果想加帅哥美女店员的联系方式的，可以直接大方扫他们的胸牌哦。吃完饭就剩大约半小时时间了，最后让我们远离尘嚣，静静的刷一会儿手机吧。以上就是小米店员真实的午休日常记录了。喜欢这期视频的话，别忘了给 UP 一个点赞、关注和收藏，你们的支持是我持续更新的动力。我会继续分享真实工作日常，我们下期再见。